3年了，登上这万人瞩目之位，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刃上。真相虽仍被锁在深宫闪烁的烛影里，但我们用热血融化了通往大苍盛世的冰坚。内廷怎么不见禁军？陛下，什么人？红袖飘带，你们是纪王府的人。纪王要造反，内廷禁军听令，谋逆者格杀勿论。快，发进号！拿下！纪王殿下，玄机阁和内廷都已控制。赤剑玄机阁皇家重敌，我一人面见陛下即可。是。处理干净。是。你果然要投靠秦琼，迫害忠良。在母亲退位后，儿臣自有。
后。陛下，殷成爷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生于帝王家，哪儿那么多为什么？难道就是为了那身黄袍吗？苏乐宇，你不该来这儿。靖王殿下才不该在这里。尹成爷，毕恭师弟，你下了这一次，这盘棋也便再也回不了头了。你不要逼我。靖王殿下是要将我与乐玉一同灭口吗？走，走啊！走！殿下，走！殿下，断不可放他儿活路啊！让他们走。殷总，您怎么会在玄机阁？齐王跟我说有人要逼宫，让我来救驾。殷总，乐玉，我们先去中都行营，那里有我认识的人。等城门开后，我们从水道离开，先避一下。殷总，我不走。乐玉，他变了，他都已经逼宫失地了，你还留恋什么？我们一起走。殷总，我走不掉的，我也不能走。我走了，今晚的真相就永远不会为人所知了。你还想查什么？他做的你都看到了，不是吗？今日靖王殿下披上这身龙袍，你我就已在棋局之内。我倒要亲眼看看，这靖王殿下要如何执掌天下这盘棋。殷总，你快走，走。这中都城都在我们脚下了。能看到如此景象，真不枉费我们诓骗老夫子跑出来。这中都城真如棋盘一般，你我便是这棋局中的黑白子。总有一天，我们将亲手执棋，共创着大苍天下。一言为定。
嘉宁29年，女皇武帝因服驾崩，纪王因长年继皇帝位，改年号圣元。世家三族着级升迁，宰辅秦求擢升太师，王湛升任刑部尚书，西子墨升任户部尚书。秦求之女秦娇琼恩旨入宫，封为淑妃。靖远侯苏文成贬斥戍守北境。启王因之疑，即刻前往封地就藩。昭阳郡主因从犯上不公，即日起看守皇陵。愿吾皇承天之护，受地之福，享民之心，永保社稷，授予天齐。先帝遗旨，苏家乐于自幼入宫，深得朕心，择选吉日，封为贤妃。乐于，他变了，他都已经逼宫弑帝了，你还留恋什么？小姐，过几日就是册封大礼了，陛下看到了可怎么办呀？尹长言，我苏乐瑜宁死不会嫁给窃国之人。皇上驾到！参见陛下，小女失礼。陛下赏赐的东西，小女不敢要，但小女的东西，也请陛下还给我。乐于，送给长眼哥哥做礼物。这绳结叫团锦结，又叫六花结，意义诸事圆满，前程锦绣。你喜欢吗？喜欢。你的东西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何来你的东西？先皇传授的道理，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。让你入宫为妃，乃是先皇的旨意。俯身投降窃国之人，小女做不到。如此忤逆，便不怕朕杀了你吗？我苏家儿女岂会怕死？小女恳请陛下赐我一死。如此说，你宁愿被赐死，也不愿入宫为妃。你当真如此恨朕？我不该恨我。死有何难？
姻亲之事正已在太庙向列祖列宗奏请，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2条路：要么披上嫁衣做朕的贤妃，要么自己跪去太庙磕头，向先皇请罪吧。小女遵旨。真如此恨朕？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。他日乐于若嫁我为妻，我定为你亲手做官加冕，便用这山茶花如何？常言，做帝王者，便要承受孤家寡人的一生。你要瞒过天下人，包括乐玉。陛下，陛下，不好了！帝远侯苏文成他出事了。小姐，你终于醒了。天顺侯爷他驰援不利，贻误战机，致使我军损失惨重，下了大狱，可能要。与你何干？陛下曾言，朝廷行事苟不自正，何以正天下？陛下，世家宗亲侵占百姓土地，今日我等必要仗义直言。母亲，此事必须严查。朝廷行事苟不自正，何以正天下？苏乐瑜，你是苏家大小姐，此案本该避嫌，你不明白吗？我的确是苏家人，但我也是大仓子民。不为瓦全。陛下，此事关乎社稷，总要有一个交代。陛下若以大婚相逼，
小女实难从命，但恳请陛下以国家社稷为重，恩准小女查明真相。届时，小女以死谢罪。是小女出言无状，罪该万死。小女只需几日时间，几日之后查明真相，小女任由陛下处置。可是，若你未能查明真相呢？我苏家掌大仓兵马大权，兄长世袭靖远侯。若我兄长当真贻误战绩，那我苏乐瑜自无颜面对先皇，无颜面对大仓列祖列宗。小女愿同兄长一起枭首自樵，以祭奠大仓军魂。你是在用性命威胁朕吗？啊！你一人性命，如何换我大宋数万将士？断了这个念想，朕不准。陛下，既然你不许我出宫，我只能偷跑了。这四方形的天困得住你，但困不住我。我一定会查明真相，为了我哥，也为了大仓。哥哥，小妹，他们没有对你用刑吧？没有。你又偷跑出宫了，现在朝局动荡，你可万不要搅进这朝局中啊！如今你身陷牢狱，我又怎能坐视不管？昭刑司刑部身后的世家定然希望看到侯府陷落，难道你还奢望他们能给我们一个公正的裁决吗？哥，你将所遇之事尽数说与我听，我了解原委后，陛下那边问起来，我也好应对。你可听说过鬼兵借道？鬼兵借道。陛下，刑部尚书王湛、大理寺卿冯凌瑜在殿外求见。又是为靖远侯一事吗？是，靖远侯被关在大理寺候审，这一事流言四起，两位大人不知该如何定夺，还请陛下明示。朕要娶苏乐瑜为妃。这些门阀世家便怕苏家的兵权变成朕的兵权，想让朕亲手查办苏文成，如此，苏家兵权就会旁落，世家便可趁机夺取。这是在逼朕。那老奴便称陛下已经歇息了，回了他们。不，这些世家总归是按耐不住了，与其虚以为宜，不如将计就计。你去告诉他们，该怎么审就怎么审。该谁来审就谁来审，大仓律例写的不够清楚吗？
是。还有何事？大理寺卿冯大人给老奴讲了一个闲话，说是在大理寺狱看见一个靖远侯府的粗使丫鬟，竟然长得与苏小姐一模一样。陛下，您说这件事巧不巧？什么时候的事？1个时辰之前。参见陛下。陛下应该已经知道了吧？你未经允许私自出宫擅闯牢狱，朕可让你与苏文成一同下狱。陛下，你当真以为我兄长他会贻误战机吗？无论如何，这都不是你如此放肆的理由。我不过想救我哥哥罢了。但只要我是苏家人，便必须在你们这争权夺利的棋局中吗？你我早已身在棋盘，又何来拉你入局？记得曾经陛下面对棋局，也曾许下过以死正道的浩言。可如今成为执棋之人，黑子白子皆为陛下所用，可陛下却被这黑白之色迷了眼。你私自出宫，朕可视而不见。你今后要查什么，朕也可不问。你说给你几天时间，朕给了，但是在这之后，无论结果如何，册封大礼都将如期举行，朕不准你死。陛下的意思是？字面意思。苏乐玉，你只有这几天时间。哥，鬼兵借道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那一夜，我带兵前行，走到昌定桥附近的时候，雾气浓雾，我也和大军走散了。然后我就见到了我追随着那鬼兵的踪迹，来到了昌定桥。没想到昌定桥竟然塌了，塌陷的桥下竟然还有渔夫传书。拍案碎玉，弑君篡位，鬼兵将士，大赠比王玉其手。拍案碎玉，你这个逆子！那然后呢？等我找到13部队，得另寻道路，只得绕路前往北京，自然延误了战机。桥梁坍塌，渔夫传书，鬼兵借道，这重重异象，竟都指向于陛下。看来此事不仅仅是针对苏家，或是想将苏家和陛下一箭双雕。时间紧迫，昌定桥一案得尽快查出线索。陛下，靖远侯贻误战机，致使我军将士血染沙场，且渔夫传书的谣言甚嚣尘上，臣以为此皆靖远侯之过，应该尽快定罪呀。陛下，西大人所言极是。陛下如若因靖远侯姓苏而犹豫不决，只怕会寒了天下人之心呐。陛下，微臣此见。
陛下，老臣也有几句话想说。太师请讲。我大仓百年江山，陈宫乃国之基底，不可动摇。朝堂政事需要诸位陈宫运转。陛下，苏小姐已快到昌定桥附近，可需派人前往。这小娘子可以呀！哎，客官住店了。我要一间客房。客官实在抱歉了，今天暴雨，客房都住满了。我们店呢就那几间客房，只能2人拼一间了，要不然只能大仓库了。一个人住店呢？银子少不了你的。这不是钱的事儿。银子管够。罢了。谁能跟钱过不去呢？是吧？客官，请。慢着，讲好的规矩说变就变，要不我们也加钱，跟小娘子拼一间算了。大爷，这不合适吧？这不大好吧？就是啊，老板，那我也加钱，我也跟姑娘拼一间，是不是啊，兄弟们？反正我愿意跟小娘子拼一间，对不对？误会，壮士。各位客官，时候不早了，咱们先歇着吧。陛下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恰巧路过。不早了，陛下早些安歇。你去哪？陛下万金之躯，小女不敢逾越。陛下深夜来此，可也是为了长定桥案。那渔父传书之事写得如此露骨，明显是在针对朕。今日朝堂上世家是众口一词，无非想借朕之手削弱苏家的力量。无论秦家、西家、王家说了什么，做了什么，我苏家都是大仓的臣子，是非中间都在陛下心里，亦不会因处境而背信弃义。陛下，请回吧。
小心歇息。鱼，见过陛下。无需诸多礼节。陛下没有回宫。朕假借祭扫皇陵出宫，你一人来此查案，朕不放心。这官道石桥需要用巨石建造，可这昌定桥的石料却是用这种碎石料堆砌而成。这官道石桥是由工部、户部监督营造，如真是调包石料，还需找到确凿的证据。我方才还看到，桥底下有许多粗壮的树桩，桥梁坍塌多半与这些树桩有关。这昌定桥坍塌定是人为。营造昌定桥偷工减料，还有人蓄意在河内放了粗壮的树木，这才造成了昌定桥的坍塌。所以那渔父传书还有鬼兵借道，定是有人蓄意制造。能做出此法之人，该是对昌定桥附近情况极为熟悉的人。我先去附近打探消息，陛下可回宫细查昌定桥坍塌一事。先找个地方避雨。好。雨停了。听闻这鬼兵借道，通常发生在雨后的大雾天，这氛围是有些鬼兵现世的感觉了。怕了？我苏家儿女怎会怕这些东西？陛下，你怎么样了？此地不宜久留，先回客栈。
陛下万金之躯，不该冒险救我。这次算我欠陛下的。还记得少时，我练剑受伤，也是你给我上的药。疼吗？这点小伤，一点也不疼。你每次练武受伤，都是我为你上的药，所以，张燕哥哥，在我面前不必逞强。曾经的事，我大多忘了。陛下为何会独自来查案？世家把控朝堂，难以查到真相。那些鬼兵为什么自带蓝色火焰？而且，鬼兵竟会怕弓箭，实属无稽之谈。我方才与那鬼兵交手之时，发现他们的兵器上都刻有“落凤”二字。客官，您要的面好了。先去吃点东西吧。来，喝点热茶。来，慢用啊。哎，掌柜的，你可听说过昌定桥鬼兵借道？你们遇见了鬼兵，还能活着回来？这确实身上有点纯本事啊。掌柜的，经常发生这种事情吗？自从那件事情过后啊，这里就时常出现。哪件事？
当年啊，修葺昌定桥的时候，也是连降暴雨啊。这修葺的进度他就一拖再拖，那朝廷呢就调遣了一支军队前来助力。那这桥他很快就修好了吧？可就在这个时候啊，他发生了一件怪事啊！有鬼啊！有鬼啊！就把这支军队他给吞噬，入了冥府了。自此之后，我们这儿啊，便有了鬼兵借道的传说。那您可知道是哪支军队？这年代久远，小老二便不知了。多谢了，掌柜的。哎，二位慢用啊。陛下，若真如他所说，那些装神弄鬼之辈，很有可能跟落凤有关系。我想再查查，看有什么线索。明日我需回朝，为你争取时间。我不在身边，你保护好自己。如此，便多谢陛下了。一切小心为上。太师真乃神算，那陛下说是噩梦缠身，要去祭扫皇陵，哼！可他果然和那苏乐瑜去了昌定桥，而且想必现在应该已经查出些什么了。看来西家做过的事要瞒不住了。太师啊，苏文成下狱，他苏家手里面的兵马大权，苏文成目前还未定罪。若是再让苏乐瑜嫁给陛下，陛下更是如虎添翼，所以兵权要夺，苏乐瑜也不能封妃。看来要给我们这位陛下施加点压力了。前线溃败，苏家若再掌管兵马大权，只恐惹人闲话。还需尽快安排个妥当人选接手，也好稳定军心。军中不可一日无帅，中外卿可有人选？赵行司正卿刘正陵乃寒门出身，此人智勇双全，是此职位的不二人选。陛下，此寒门能得太师推举，定有不凡，可作考量啊。谁来接替苏家执掌三军，乃重中之重，朕当谨慎择选。掌柜的，您可听说过落凤二字？落凤，不曾听说过。哎，不过在这个密林深处啊，有一处村庄，坐落在一处洼地里。从上往下看，貌似凤尾。哎，客官说的莫不是这里吧？这该就是落凤村了吧？这枪法，
见了。姑娘，来此何事？小女本来想去往定州，可这昌定桥坍塌，只得另寻他路渡河。我不知不觉在山野里迷了路，听到了一阵钟声，便循声而来了。我们村从不来外人，但凡见了外人，便会敲钟。原来如此，婆婆。小女赶路而来，口干舌燥，能否讨碗水喝？喝完水让她走。是。喝了水就赶快离开。多谢。婆婆，看您手上的茧，也是习武之人吧？什么习武之人？这是做农活做的。婆婆这双手可不像是做农活的。这是……我特意撒下的银石粉。方才姑娘在村外习的枪法，可是大苍军枪法？你认得？我父兄都曾参军，略懂一二。如今这天色也不早了，我还是送姑娘出村吧。杨云，今天待在家里，哪里都不许去。姑娘，请。请。婆婆，冒昧一问，这个村子里为何全是女子？男人打仗死绝了。婆婆，抱歉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，赶快回家，没你的事。哎，好。姑娘，再往前走便可出村，老身就不远送了。婆婆，告辞。村中有很多上了年纪的女子，还都是习武之人，又会军中枪法。这个村子不简单。虚实3刻，山神庙。你果然有事要说。是我叫杨云，瞒着婆婆来的。我们长话短说。你怕是瞒不过你婆婆。就知道你另有心思。大家都在这儿了，不如我们敞开聊聊。我和你没什么可聊的。看你言谈举止，想必也是官府之人。婆婆，为什么？我们不就是在等这一天吗？你，姑娘，我们本是杨云，你婆婆，你不要拦我！难道你不想沉冤得雪吗？婆婆，婆婆，婆婆，我不看你了，婆婆。
杨元，婆婆，人都不见了，不好，落凤村要出事。大人，王湛，还有西子墨。这个村并没有登记在州府的名册中，不知道有多少人，所以还不确定有没有人生还。保护好现场。是。什么人？给我追！不用追了。哎，为什么？有可能是村中的唯一活口啊！哼，他不是。王清，昨夜落凤谷大火，昌定桥附近又出怪异之事，你为何不报？启禀陛下，正因此事疑点众多，臣不得不重视，这才前来向陛下直谏。陛下，这把火烧得蹊跷，一夜之间整个村庄不复存在。臣已命人将落凤谷包围，希望能早日找到破案线索。可谁知这现场竟出现一个不明身份的女子，此人无故出现，且形迹可疑，臣恐怕现场已遭破坏。陛下，微臣办案向来雷厉风行，杀伐果决，若在现场再发现可疑人等，臣请陛下恩准，将其就地正法。难得王清一片忠心，朕岂能不准？起来说话。为陛下分忧，乃臣之本分。你是？见过苏小姐，赵娘子患病离宫，从今起由奴婢来伺候苏小姐的起居。皇上驾到！参见陛下。参见陛下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陛下今日可是？苏乐瑜，你可曾私自出宫去了落凤谷扰乱王清办案？自上次陛下警告过后，小女便从未踏出过皇宫一步。难道王清能冤枉你不成？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看来朕平日里是太过骄纵于你，让你忘了自己的身份，便罚你去玄机阁细思己过。
乐于，倘若有一天，常言有难，大仓危悬，你可否愿意为朕扛起千钧重担，守护江山子民？陛下，乐于在看什么呢？今日早课，先生讲史，讲到《后妃传》时，书中却尽是赞颂贤良淑德，却没有一本史书描写他们的巾帼豪情。小女心中疑惑，便借来许多史书，正在寻找。找到了吗？想来是这识海浩瀚，看了这么久，都没有找到。朕看来，我们的乐于倒是有左辅右弼之才。以后想不想有一番自己的作为呢？既然史书里没有，何不把自己写进史书里？若当真有那么一天，小女定竭尽全力，开创一番天地，护我大仓，承平盛世。参见陛下。你可知朕为何要发你来这玄机阁？因为那宋娘子是王战的眼线，毕竟玄机阁内无人敢进。今日他故意提到你，言语之中尽是在威胁朕，说再发现可疑人等便就地正法。他已认出了你，朕怕他危害于你。落凤村的事查得怎么样了？此番调查，我发现这落凤村藏有很大的秘密，村民尽是习武之人，且多为女性，鬼兵借道很可能与他们有关系。我怀疑落凤村之所以被烧成灰烬，与这个有关。王战和西子墨，他们两个在现场不像查案，倒像是在找东西。该不会就是在找这个吧？或许查清此事，就能解开鬼兵借道的谜团，昌定桥案也会有线索。这看起来像是节制军马的令牌，只是这平阳二字，朕从未见过大仓的军队有这样的军号。大仓节制军马都需要记录在案，想必价格库该有记录。那明日一早，我们便去价格库查一查。还请陛下需想个由头发难，这样我才好暗自调查，如此才不打草惊蛇。价格库主事官岳梦玲，明日或可利用此人。陛下英明。还记得这鸳鸯灯
是你为我们选的样式。这本《张生彩鸾灯传》在民间可受欢迎了。是吗？你看，囊里真香谁见怯，娇绡滴血染成红。殷勤一下清宵意，奴与豺狼至袖中。这刘素香啊，故意遗落红绡帕子，并题诗帕上，与拾到帕子的张顺美约定，来年元宵节约定后门相会，并以车前鸳鸯灯为号。此法果真大胆又烂漫。看来乐于都忘了。一时挨日，一日挨月，一月挨年。若当真喜欢，为何要在来年元宵节再见？一时挨日，一日挨月，一月挨年，方可两情好合，偕老百年。感情自需细水长流。你可还记得少时，你我常在这里读书论辩？自是记得。这玄机阁中的一切，小女都铭记在心。不知陛下可都还记得？不早了，陛下请回吧。价格库上折，兵刑户3部库房年久失修，漏雨严重。长此以往，恐怕卷宗典籍要被毁掉。为何不及时修缮？回陛下，户部不拨银子，微臣实难修复。陛下，我大仓向来量入为出，今年各款项已尽数划拨，却已无多余款项，以供修缮。难道一句没钱便要置天下事于不顾吗？这西子墨、岳梦麟在。无论用什么方法，修缮之事势在必行。钱不够，就从朕的银库中出。是。抓紧去办，退下吧。太师，陛下要去价格库，恐怕是发现了什么，会不会查出西家什么事儿啊？当年卷宗西家都已处理，料也查不出实情。倒是苏文成一事，得尽早把它解决。没了苏文成，陛下就是狮牙猛虎，不足为惧。岳梦麟，微臣在。价格库是要好好修缮一番了。启禀皇上，如若修缮，这兵刑户3部的卷宗典籍，都需移出去才好。那就移，亡羊补牢要快速。你们几个，跟着岳大人搬典籍，万事小心。是。这边来。你们去搬兵部，剩下的人跟我去搬刑部、户部。
所有卷宗里都没有女人参军的记录，也没有任何军队使用平阳军的名号。平阳军好像从来就没存在过一样。岳大人，不是在外面指挥堆放吗？在这里做什么？回陛下，兵部的卷宗迟迟没有搬出，臣便来看看。岳大人不是说一次搬空无法全部堆放吗？待刑部、户部修缮完，再修兵部也不迟。是，还是陛下思虑周全。走吧。是。适才我翻阅兵部卷宗，发现正规军记载中是没有平阳军这支军队的，只在一个没有任何标识的卷宗柜中找到了记载。嘉宁11年冬，平阳军驰援不利，幸大仓将士血战，死守北境长城，终退敌，平阳军回朝。嘉宁11年，北境作战，该是得胜而归。朕从未听说过未得到援助之事。而且为什么驰援不利？又是谁在领兵死守？回朝后又如何了？都没有记载吗？没有，只是这嘉宁11年之事，与苏家如今的情况如此类似，这其中必然有什么联系。但这记载写得太过笼统，最后也因为没搬看不到了。我兄长已入狱多日，本来以为此番调查能有线索，没想到。不用太过担心，你先继续查下去。朝堂上朕会设法周旋，无论如何也不会让他有差池。毕竟，这也是帮朕自己。陛下，我现在只是一个小侍卫，若是被别人看到，陛下的披袍在我身上，只怕引人怀疑。陛下前些日子才受了肩伤，该是比我更怕这寒风。
上奏苏文成问斩的折子都准备好了吗？太师放心，早就备好了。这次一定要斩草除根，拿到苏家兵权。现在的线索只有这个令牌和卷宗上的寥寥数语，但我有种直觉，那些假扮鬼兵借道之人，很有可能就是解开这一切的关键。我记得当时，西家二公子西子墨正是负责北境作战之人，他曾报告说没有等到援军，只能在此死守。也因此事，西子墨着军功，升任了户部员外郎。平阳郡。拒马河营地。拒马河营地。对，我曾在拒马河营地练兵，听那里的老兵闲聊过，好像便是关于平阳郡化作火中鬼兵的。那被霉斑污损的字迹，很有可能就是拒马河营地。可当年拒马河营地发生了什么？看来我得马上去一趟了。乐云，你要小心。如今我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。我担心奸佞势大，陛下又势单力薄，这些人会将矛头指向你。我苏家人可血染沙场阵前往，绝不含冤不白狱中死。我一定查明真相，还我们苏家清白。等我。陛下，靖远侯苏文成已经在大理寺关了许久，这该查的也都查了，到现在爵位也未曾褫夺，罪名也不曾划定，恐怕难塞悠悠之口啊！靖远侯之事悬而未决，都传言是因为陛下与苏家小姐青梅竹马，陛下当以江山社稷为重，切不可因个人情感而罔顾国法。太师所言极是，此事关乎朝廷威严，如不妥善处置，日后如何服众？靖远侯之罪，必须严惩，方能平息传言。陛下，微臣死谏。陛下，还请尽快下旨。王卿，靖远侯一案，人证物证都还未查明吧？回陛下，皆已查明，只等陛下御笔钦判，以定靖远侯之罪。既如此，便褫夺靖远侯封号，择日问斩。冯卿，臣在。去办吧。是。臣当3日后昭告天下。只是什么？本月逢先帝忌日，不宜杀伐，3品以上官员行刑之事，都需延后执行。祖制不可违背，就按规矩办吧。臣遵旨。众爱卿可有异议？陛下英明。苏小姐早，见过淑妃娘娘。听闻陛下今日下了朝，便是往苏小姐的乐竹别院去了。我今日有幸在此遇见苏小姐，估计也能遇见陛下吧。陛下每日操劳国事，哪有闲工夫往我的乐竹别院去啊？那陛下要纳苏小姐为妃，真有此事？
听闻若非苏将军出了事，此时你我该是姐妹相称了。不知苏将军现下如何？我苏家做事向来行得正，坐得端。我相信天理昭昭，也相信陛下英明，定会查出幕后主使。那就预祝苏小姐得偿所愿。参见陛下。都回吧。莫非是苏将军之事不甚顺利？陛下，冯大人来报，杨云找到了，但似是受到追杀，目前昏迷不醒。先关起来，暂时别让乐于知道，全力抑制。是。杨云失踪，婆婆被杀，还有鬼兵现世，也许拒马河就是关键所在。拒马河营地的下游，便是昌定桥。这未免也太巧合了。不错，有一种故技重施的错觉。陛下，陛下为何会孤身来此？文成之事迫在眉睫，今日您正殿前，秦淑妃在，朕不好单独见你。毕竟她也是秦家之女，以免走漏风声。朕知道你在牢里见过文成，因是找到了线索，便一路跟随，暗中保护。兄长说，当年平阳君在拒马河营地也闹出过鬼兵之事，之后便消失了。当年之事与我兄长的遭遇极其相像，若想知道当年的真相，想必要到拒马河营地，去找那里的老人问问了。朕亲自去问，是最快的办法。陛下愿为此事亲自出面，小女自是感激不尽。只怕此事会为陛下惹来麻烦。如今局势刻不容缓，若再拖下去，对文成还有对朕都更加不利。小心！留活口！叶从，你竟然在这里！此处比邻皇陵，我经常来此夜猎。幸亏你及时出现，要不然我们就危险了。这些刺客虽来势汹汹，却并未下死手，似是只想阻拦我们，而非杀人。参见陛下。如今昌定桥塌，文成下狱，如此多事之秋，你倒是有闲情逸致，在此夜猎。臣奉旨为先帝首领，这份闲情还要多谢陛下给了臣这样一份好差事。臣不若陛下，皇权在握，天下为棋。纵使先帝都被放在这棋盘之上，又何况是臣？如今启王已被贬到封地，
陛下日理万机，乐于身在皇宫，就连这打猎的闲情也只剩我一人，当真是物是人非。殷从，你是第一次与我和乐于打猎。这山林地势复杂，异多猛兽，凡事要以安全为上。你二人也需记得我大仓狩猎规矩：不杀幼崽，不猎运兽雌兽。这规矩我自是知道，可我却总觉得将雌兽运兽比作弱者护之，是猎场最大的不公。就算是雌兽运兽，应当与雄兽等同，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。春不杀牝李虫生生，塔具于是网开三面。古人云：上天有好生之德，不可逆势而为。古人也说过，世间万物众生平等。那众生平等还分男女雌雄？强不攘弱，众不暴寡，不论何时都不该欺凌妇孺，恃强凌弱之事，切不可为。你呀，只会向着纪王殿下。我只是反对以强欺弱。不管你们啦，我先走了。去，等等我。殷从，你这边是要走了？对，你在宫中多保重。你也万事小心。待你休沐，我们还像从前一样，骑马打猎。臣不便打扰陛下，先行告退。从前殷从最争强好胜，不肯低头。如今总感觉他失去了锋芒。人总归会变的。是啊，人都会变。那么陛下，你变了吗？这几日，我一直在心里问自己：玄机阁那晚的陛下，和如今势必要找到真相，甚至舍身救我的陛下，是同一个人吗？还是说，在陛下心里，也有着不可言说的苦楚？初心如磐，笃行致远，朕从未变过。不早了，你我需早些赶到骏马河营地。草民参见陛下。嘉宁11年，你在骏马河做牢头时，
可知有支女子军队因犯军法，在此关押。记得。我大仓唯一一支女子军，名叫平阳军。他们似是受了莫大的冤枉，被关在牢房里。但自从西将军来过之后，就变了。哦，那天还发生了一件怪事。这是，哎呀，这是什么鬼东西啊！啊，贵宾啊！来人呐！闹水了！来人呐！哎呀，闹水了！你是说你在大火中看到了鬼兵，然后整支军队便从军营中不见了？是啊，草民亲眼所见。你退下吧。草民告退。当年之事跟兄长的事越发相像了，所以落凤村的村民可能就是当年消失的平阳军。可惜落凤村已被销毁殆尽，杨云恐怕也……的确如此。陛下今日暴露身份，明日朝堂之上，想必是狂风暴雨。朕自能应对。陛下，听说您去拒马河了？怎么，拒马河朕去不得？陛下当然去得，只是靖远侯一案，人证物证皆已齐备，如今先帝忌日也已过去许久。若陛下执意推脱下去，可是顾及私情，想要利用此事给苏家翻案，拉拢苏家兵权吗？习大人此言未免有些太过了。秦家、王家与西家和陛下才是一家人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大家同气连枝。陛下怎会因与苏家的私情而失了公允？陛下，臣口不择言，请陛下恕罪。靖远侯一案，朕已有分辨。靖远侯乃被人构陷，一伙军匪后代假扮鬼兵，企图陷害靖远侯苏文成，为此不惜毁塌昌定桥。幕后元凶杨云，朕已将其捉拿归案。正如太师所言，朕与各位荣辱与共，切莫因外人闹了误会。此女正在牢中，随时可以定罪。如此，这乃一举两得。太师，苏家是无辜的，朕与四姓望族同气连枝，这大仓也还是这个大仓。那臣等便先行告退了。这三家之人着实嚣张，竟敢如此威胁陛下。他们势大，此时还不宜番言相向。杨云之事只是缓兵之计，用他先堵住他们的嘴。只是杨云之事，未能及时与苏小姐沟通，恐怕她万难理解啊。不理解才好。去乐住别院。小姐，小姐，杨云被押入大牢了。皇上驾到！参见陛下。起来吧。陛下昨夜说，你自能应对。便是拿杨云一个无辜女人的性命来平息朝堂之怒吗？苏乐雨，你越发没有规矩了。你早已找到杨云，却不同我说，令我一直认为落凤谷全无活口。殷长言，你我看似协作查案，可你从来没有信任过我，是不是？
鬼兵借道记忆查明乃是冒充，只要杨云招供，你兄长便可无罪释放，一切都解决了。你还想干什么？事到如今，此事已不仅仅是苏家之事。我要重启调查平阳郡，还杨云，还为大仓而战的平阳郡一个清白。苏乐瑜，你以为你现在是谁？想查什么就查什么。便是你兄长之事，若非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你以为你能查到今天？拒马河之事与我兄长之事，很有可能是出自于同一个幕后黑手。此顽疾不除，朝局何以安稳？你是以什么身份胆敢插手朝堂之事？先帝曾有诏令，关乎社稷民生之事，不论身份，皆可直言。那你们苏家是先帝的臣子，还是朕的臣子？先帝因忌惮苏家，将我接入宫中教养，而如今陛下竟将苏家视作先帝的势力。此事到此为止，休要再言。徐公公，老奴在。明日便开始准备册封大礼。殷从，你怎么有空过来啊？今日皇陵换房，我回来述职。最近入秋了，皇陵那边天凉，我去给你拿件皮裘。乐玉，你真的会嫁给殷长言吗？殷从，你可发觉他似有隐情？可是乐玉，殷从，你我已经许久未见了，你找我就是来说这些的吗？我来是有一事想跟你说。何事？那晚偶遇你与殷长言，我怕他多疑，不便多说。但是今天想想，还是得告诉你，你那条项链，我知道些来历。你说的可是这个？对。来，不妨说说。我曾听北境的人说，这是外族军中大将军以上的人方能佩戴的，而且对他们来说比生命还重要。除非被杀死，否则绝不会摘下。所以乐宇，此项链很可能是关键证据，能证明是谁斩杀的敌将。这条项链是杨云给我的，难道说那日西子墨和王战找的出去那令牌，还有这项链？殷从，你可带我出宫？应该不难。去哪儿？陛下为平衡世家，将杨云押入大牢，我要去救他。看到你这样，我就放心了。你果然还是内心澄明、公私分明的苏乐宇。陛下也有苦衷，才出此下策。我定要救出真凶。我早跟你说过，他已不是从前的殷长言。如今的殷长言为保皇位不择手段，
你留在这里，迟早会成为帝王心机中的一个弃子。先救出杨允，其他的以后再说吧。陛下，朝阳郡主果然去了乐竹别院找苏小姐。现下他二人已经出宫了。陛下可是猜到了苏小姐定然会出宫继续去查？不查那就不是苏乐玉了。如今恰巧殷从回来述职，与他一起，朕也放心些。陛下故意与之争吵，实是为了让秦囚一党放松警惕。那如今杨云之事该如何定夺？与秦囚的表象之好还需维系，杨云之事朕不便查，后面的事你去安排一下。老奴明白，却只怕会让苏小姐与陛下的误会更深。老奴只盼有一天，陛下能与苏小姐冰释前嫌呐。乐玉，殷总，杨云多谢两位姐姐救命之恩，只是这位姐姐解我出狱，怕是要惹上大麻烦。你姐放心，再大的麻烦由我们顶着。坐下说吧。杨云，这条项链，你可知道些什么？岳婆婆说，这项链是她斩杀敌方大将军之后得到的。这项链乃是她军功的证据，能够证明当时平阳军赶到了北境，而并非驰援不利。所以说，村里的老人就是当年的平阳军。没错，听村中的长辈们说，岳婆婆当年是平阳军的都统，是支全部为女性组成的神秘部队，因此鲜为外界所知。就在北京作战之后，全军被莫名定罪，被迫躲入落凤谷，躲避火势。可是与西子墨有关。我们得知平阳军背负冤屈之后，便想替婆婆他们平反。恰巧我们目睹了西子墨撞塌昌定桥，觉得可以利用此事。我们捏造了渔夫传书，并将死鱼置于昌定桥边，接着利用传言定下鬼兵借道这个计划。我们先是买通了客栈老板，借他之口，将渔夫传书还有鬼兵借道之事散播给各方来客。掌柜的，你可听说过昌定桥鬼兵借道？你们遇见了？我们将昔日平阳军的盔甲改变样式，借着夜晚浓雾升起时，装扮成民夫鬼兵。那晚在山神庙和我交手的是你吧？就是我。我看出你们不是寻常之人，想借助你们的力量，帮婆婆他们洗刷冤屈。可那蓝色的鬼火又是如何而来？那蓝色火焰实际上是用一种特殊的粉末实现的。那火焰看似凶猛，实则温度不高，在铠甲上点燃，不会灼伤，且形似鬼兵。那夜在山神庙，我们先是用声音吸引你们的注意，然后再将粉末用弓箭射入篝火之中。火焰遇到粉末也会变成蓝色的。特殊粉末是什么呢？磷粉。磷粉，我记得磷粉是受到朝廷严格管控的，售卖和使用都受到工部监管。你们是如何得到？我也不知，我也是从婆婆那里得到的，可她已经……殷从，你我明日得去查一查了。好。此人心思缜密，记性了得。无妨。见过朝阳郡主。兵部需要些材料，磷粉的调取档案册在哪儿？磷粉归兵部、工部共用，属金石科，在丁四卫113架。
郡主，这边请。不用，我自己去找。此事我要密查，切莫走漏风声。好，下官明白。此人果然了得，他肯定认出我来了。认出你却不道破，看来此人是有飞碟。找到了，林粉。西子墨。平阳君被关押在拒马河那段时间，只有西子墨一人调取过林粉，所以当年的鬼冰鬼火，也有可能是西子墨制造的。这是为什么呢？你看这里，西子墨参与昌定桥的修缮，还升任了户部侍郎。这官道石桥需要用巨石建造，可这昌定桥的石料却是用这种碎石料堆砌而成。所以西子墨是在修缮昌定桥期间吞没了修缮款，将原本用来做桥墩的巨石调包成了细碎的石料。这就是为什么原本坚固的昌定桥竟能被撞塌了。昌定桥坍塌导致军机贻误，多少将士因此丧命。他们居然借机大发国难财。有了这些，加上杨云的证词，就可以定西子墨构陷忠良、贻误军机之罪。西家原本掌握皇商命脉，本应清廉自守，为朝廷出谋划策，没想到竟如此贪赃枉法，简直罪大恶极。这些大仓的蛀虫，此事我必定追查到底，不能继续让他们为非作歹，危害大仓。太师，西子墨的证据被查到了，你看我们。齐府上下，尽数所拿。西家一干人等，全部带往大理寺候审。西家财务账册全部封存。是。走。走。大人，他上吊了。快把他放下来。是。西子墨怎么会？认罪书。启禀陛下，昌定桥一案已审结完毕，系西子墨构陷忠良，贪墨修缮款项。西子墨已自缢，并留有认罪书一封。我西子墨贪为目录，染指于鼎，愧对皇恩，愧对祖上福音。嘉宁11年，因一己私欲而贪墨昌定桥款，为了掩盖贪污，我编织罪名，构陷平阳君。岳都头，这桥修的实在让人生气。是啊，这石料全部不对，这样偷工减料，大雨一来，这桥恐怕会坍塌呀。我们去上报。兵部调令已到，外敌陈兵边境，明日我部将奉命前往北境，军令如山，不得违背。好，一切等战事结束之后再做打算。西大人，我等何罪？我平阳军星夜兼程驰援边境，击退敌军，并且还斩杀了敌军大将军呀！岳都头，我是相信你。闹鬼了！这是什么鬼东西？闹鬼了！鬼兵啊！来人了！启禀陛下，
平阳君越狱出逃，已烧毁营帐，不知所踪。陛下，除了伪造朝廷旨意，构陷平阳君，西子墨还胆大妄为，为了排除异己，设计陷害靖远侯。他趁山中连绵暴雨，河水上涨，蓄意撞塌昌定桥。快点扔下去！陛下，西子墨为了销毁人证，不惜制造了落凤村大火，致使全村上下除杨云以外无人生还，罪不可赦。平阳君后裔杨云等人，为了给平阳君平冤昭雪，还在昌定桥附近制造鬼兵借道。建议查清平阳君越狱出逃一事为西子墨蓄意陷害。平阳君在抗敌期间，西子墨蒙蔽朝廷，并且剽窃军功。朝廷因此错下了旨意，将士蒙冤，此事皆已查验核实，请陛下定夺。西子墨既已自裁，就此皆过。此案既已查明，传朕旨意，还平阳君原封号，追封为昭武平阳君，全军将士追为忠烈，享军功，配武庙，于落凤谷建碑立庙。陛下英明。原价格库主事官岳梦麟廉洁奉公，德才兼备，升任户部尚书。苏文成无罪释放，即刻官复原职。臣遵旨。我早跟你说过，他已不是从前的殷长野。如今的殷长野为了皇位，不择手段。还是说，在陛下心里，也有着不可言说的苦衷？初心如海，笃行致远，朕从未变过。皇帝陛下敕曰：昊天有德，成人之和。今靖远侯府长女苏氏乐于，品德贤良，温婉淑仪，可为佳偶，封为贤妃。3日后行册封之礼。苏乐于也真够厉害，这么久的陈年旧案都能翻出来。可怜西子墨也只能被牺牲了，那我们也损失了一大世家呀。对了，太师，陛下新换上来的那个岳梦麟，那是寒门出身，谁的账都不买，咱们往后不好办了。他能把人扶上去，我们就能把人拉下来。太师所言极是，只是我现在已经有些看不懂陛下。都说他是以平衡治天下，绝不会违背祖训，可把杨云下狱是假，和苏乐于不和那也是假。哼，才继位没多久，就搞倒了西家。他要平衡，不过是料定我们会忌惮苏家手中的兵权。他以为此番保住了苏家，苏文成就能和他一心了吗？只要没了苏乐于，他与苏家的关系便如风中残烛，随时都会破灭。所以苏乐于才是那枚关键的棋子。科举马上就要放榜了。太师放心，下官早已安排妥当。娘娘，您明日才回府请亲，为何今天要出宫？随便看看。来看一看啊，又上又好喝，男女皆宜啊！来尝尝咱家桂花酿，来看看咱家桂花酿。哎，姑娘，来尝尝。哎，新开的，
你尝尝，好喝吗？来一壶。文成，你我青梅竹马，但世事无常，你我再无可能。我今日特意在此等你出狱，娘娘，只为看到你平安就好。娘娘，该走了。今生无缘，愿你我各自珍重。平阳君得以昭雪，婆婆他们泉下有知，定会十分开心的。多谢恩人。若非您想出再以鬼兵借道之法引出巨蟒河往事，只怕平阳君此生的冤屈再无吸血之日。无妨，好在你机灵，猜出了放箭之人会是我。恩人说过，要想沉冤昭雪，需要留下关键线索。那日我与苏姑娘交手，便故意露出枪上落凤字样，但不敢伤她分毫。做得好。听说乐宇很是欣赏你，还让你去他身边当值。是，我会去他宫中，好生盯着那个宋娘子。以后定要好好保护乐宇。我会的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苏家乐于今日起即册封为贤妃，赐驻贤明殿，望克贤于礼，温良谦恭，6尘不染。乐于，倘若有一天常言有难，大仓危悬，你可否愿意为朕扛起千钧重担，守护江山子民？昨夜母亲提醒我，开盛世之皇必有贤能之后。在我看来，我辈中只有你配得上贤能二字。乐于，终有一天，我们将亲手执旗，共创着大苍天下。殷长言，我苏乐于誓死不嫁窃国之人，但你的种种所为又让我觉察出，你似有不可言说的隐情。谢陛下恩典，我本想以死明志，但今天嫁你，是为了查明玄机阁真相。如若你真的逼宫失地，我定要与你同归于尽；如若不是，我将与你共创大苍天下。不得不说，你这一手驱狼吞虎之计妙啊！贵兵借道，借力打力。苏乐于若是查明真相，就帮助陛下打掉了西家；若是没查明，也能削弱了苏家的力量，横竖都可以立于不败之地。这一招妙！太师也不遑多让啊，以西家为刀，胜了剪除陛下羽翼，败了逼西子墨自尽，写下认罪书，其实止损已于幕后，不伤分毫。朝阳郡主，咱们彼此彼此。这大仓早就没有什么朝阳郡主了，不过是棋局中的黑白子而已。还是郡主叫的踏实，毕竟你姓殷。
昭安郡主，今日乃贤妃洞房之夜，不宜见客。阿婉，让他进来吧。是。这是送你的贺礼。臣特来祝贤妃娘娘大婚，愿娘娘与陛下鸳鸯比翼，永结同心。你在怪我，对吗？我另有打算，才做此选择。你说另有打算，但其实你已经选了殷长眼。你可听说了？殷长眼擢升了岳梦玲为户部尚书，顶替了西子墨。他把岳梦玲当成榜样，做给天下人看。这般城府心计、帝王手段，你竟然不觉？你还帮他铲除了异己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杨云虽被关押，却被我们轻易救出，未曾受到任何追捕。大理寺狱可是说救人就能救的，想来是他在给我们争取时间，尽快破案。那又如何？他不过借你之手迅速破案立威。不管如何，他都救下了我哥。是。苏将军被平反，你们要嫁他为妃，你们苏家的兵权便是他最为在意的。殷从慎言，这天下是陛下的天下，这兵权，他想收回便可以收回。你到现在还在维护他。当初我要你与我走，你说你为社稷留下来，我看这些不过都是借口，你就是放不下他。我没有。你明明亲眼目睹他如何逼宫势力，可你还是能嫁给他殷长眼为妃。你可对得起先帝？你可曾对得起你口中的大苍盛世？殷从，别人怎么误解我都可以，你不能。玄机阁那夜，我从未忘却，我更不敢忘却先帝的教诲。那你为什么还要嫁给他？我曾当着先帝的面许诺，定会守护好这大苍的天下，就不会食言。不管我是什么身份，我都会为这大苍尽一份力，不论生死。陛下驾到。参见陛下。你与殷从吵架了，因为你入宫做了朕的妃子。殷从只是来恭喜臣妾，还送了贺礼来。你这个逆子！陛下恕罪，陛下也当了解殷从的性子，他只是喝多了酒，一时糊涂，头脑不清醒，冲动而为。朕知他心中有计，可以不予计较。若他这性子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冲动妄为，惹下祸端，朕也绝不会姑息。臣妾定会时常提点于他。起来吧。这几日
你为文成之事奔波，劳心费神。今日恰逢中秋佳节，此时文成也应昭雪回家。你也回家看看吧。陛下，怎么了？臣妾只是觉得，兄长之事才过，朝中上下有无数双眼睛盯着臣妾和陛下。若此时出宫回家，只怕惹人闲话，牵连陛下受人非议。无妨。秦淑妃一向朕请了恩旨，回家省亲，你也并非特例。臣妾谢陛下恩典。他日乐于若嫁我为妻，我定为你亲手做官加冕，便用这山茶花如何？这贤妃娘娘也不过如此，洞房花烛就这么给抛下了。来看一看喽！小妹，哥哥，哥哥，你受苦了。只是劳你在外，为我奔波。回来就好，快来，来，赶紧吃饭。有月饼、鸡汤、豆腐和鱼，快趁热吃。好。乐瑜，苏大哥，我可是来晚了。殷从，快坐下一起吃吧。乐瑜，那日是我喝多了酒才口不择言，我绝没有责怪你的意思。殷从，你我哪会有嫌隙啊？只是那日贺林那般挑衅之举，万不可再有了。可是为你惹了麻烦。小妹，我说你们嘀嘀咕咕的。在说些什么呢？没什么，快坐下一起吃。好，来坐。来喝我的酒。好。苏大哥，这杯敬你沉冤得雪，日后前程无量。乐瑜，这杯也敬你，当赔罪。干杯。来。还是以前的味儿。乐瑜，你进宫这件事，我除了不解，还有颇多的担心。如今苏家处境微妙，陛下当你们是先帝旧臣，而世家当你们是皇亲国戚，陛下羽翼。如今苏家可谓是进退两难呢。乐瑜，
如今苏家的处境，你会站在哪一边？苏家就是苏家，站大仓，站百姓，绝不投靠任何一边。不愧是苏乐宇。不说这些了，今日中秋，我们只说月圆，团圆。来，来，干杯！来，干杯！月圆，团圆。还记得陛下每逢中秋，都借口爱吃咱家的月饼，要与我们一起过。可如今，哟，陛下，慢点，陛下。记得昔日年节，母亲便会在院落中挂满了许下心愿的风铃，铃声阵阵，惊醒我等堂居安思危。纵是丝竹之乱耳，亦有静心养性之意。陛下，中秋挂上许愿风铃，亦是祈福之意，可要令人将其撤下？不必了，朕想自己待会儿。是。母亲，今日中秋，天下同欢庆，我们何不……你要记住，我们走的这条路，注定要忍受孤寂，如同这太阳，越是耀眼，越显得孤独。为君者，当如孤峰离渊，虽能尽览众山小，却已再无并肩人。日后你若感到孤寂，就来听听这风铃声吧。风止灵犀处，方觉繁华落尽，独醒时处。两厅明月一庭霜，佛无风铃雨夜长。纵使月圆，人亦难圆。不是说朕自己待会儿吗？听徐公公说，陛下今夜还没吃月饼。不是回家团圆了吗？怎么回来了？兄长说，陛下最爱吃糕饼甜食，特意嘱咐臣妾
带些回来，给陛下尝尝。文川纵然越是甜的朕越喜欢，每次都给朕拿蜜饯馅儿的。但是只有你知道，朕喜欢薯泥馅儿的。乐玉，你可知玄机阁内也好，朕心中的苦楚，就像一块石头压得朕喘不过气来。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。在陛下心里，也有着不可言说的苦楚。王爷，你可知道朕的苦楚？